大部分是可以的，看起来很好。法只是听，不动手实践，不会有结果的，而且不会有明白法的那一天。没办法明白的，只是坐着去想或者看经典，一定要去实践，动手实践。戒要居守，要训练，固定形式。剩下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去训练。有些人说不做固定形式，只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决心而已。问说可以吗？是一瞬间而已，一瞬间而已，然后就退失了，会散乱，修行不了的。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决心不是简单的事情，是非常难的，比做固定形式还要难。如果做比较的话，做固定形式好像士兵在训练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，那就是真正的去打仗，还有区别的，不一样的。如果没有训练过，然后突然去打仗了，是白白的送死，没有得到什么。那训练做固定形式啊，多多的去训练，但是不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决心，也不会进步。一定要做3件事，像我婆说的，就是持5戒。第一，第二，做固定形式，要去训练。第三，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决心，这个是最难的。现在啊，一般的人会觉得戒没有什么意思了。以前有一位女士，有一个女士，一个女人，她有一个男孩，然后龙婆发现说她没有教导她的孩子持戒，然后提醒说你要教导你的孩子持戒，她说她不要。持戒了就没办法跟别人相处的好，然后最后母女都有问题，很多问题。戒如果持守直到变成平常，我们的平常常态，那就是我们的常态有持戒有戒，心呢就很容易有禅定。然后我们是会有勇敢，比如说见到高僧大德，如果戒得好，我们不会有怕的感觉。大部分是戒缺失或者懒惰修行，就会有不敢。今天早上也有居士来，他爸爸和孩子都曾经在这里出家过，然后他爸爸修行，然后就一直修行，然后问他的孩子怎么样了，他说不敢来寺院，因为不怎么去修行。如果我们有戒心，他会勇敢；如果有决心、有禅定，我们不怕什么的，不怕高僧大德。毗婆达多很厉害，聪明，他不平凡，不平常的，不平凡。波罗蜜高，毗婆达多波罗蜜高，但是喜欢嫉妒。曾经修有禅那，有神通，神通很厉害。戒不好，退失了，禅定退失，他的神通这些都退失了。所以我们
不要看不起戒。我们是接受持戒，或者去什么寺院有什么仪式，一开始就要请大家接受戒了，然后我们就念，算是结束了，得到功德了。其实像鹦鹉一样的，不想去动手实践。其实我们越怂请出家师父给我们戒，只是嘴巴说，其实要认真说我们要持守，所以不用向出家师父，不用邀请他给我们持戒。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请出家师父给我们持戒，觉得不好。其实在家跟佛像面前或者见到出家师父，跟他说也可以，跟他请也可以给我们戒。但是一开始要认真持戒，有动机，是动机去不破戒，做那一些5条的破戒，我们应该记住。但是能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了，记住和能做得到是不一样的。四居士如果真正的说的话，要持戒直到纯净无染的话，真的很难。龙婆知道是很难。龙婆是48了才出家，龙婆是居士是很久的。龙婆出家比较慢，因为要养父母的，是自己的职责。如果突然不照顾父母，没有人照顾的话，我们会内疚，很难修的。所以龙婆很明白，四居士持戒真的很难啊。只是那条喝酒，不喝酒呢？如果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喝酒，我们一个人不喝。龙婆是公务员，刚刚做公务员的时候，或者在大学刚刚去大学的时候，如果不喝酒，就没办法跟他们在一起了。做公务员到时间吃饭了还要喝酒。曾经参加一个心理学，然后跑到那个府这个府，每一个府呢去培训每一个府他一定要有酒，给了1箱呢，每天喝酒，天天喝，龙婆不喝。然后在大学的时候，龙婆就只是碰了一点点，然后跟他说不可以，是过敏的。当很久不喝了，他们知道了，他们就可以接受了。但是做公务员的那个时候他们喝了，然后我们不喝呢，有那个借口，这个借口真的很困难。或者有时候就是组长说他命令说谁打来，就说他不在，他要赶快工作，然后让龙婆去骗别人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持戒真的很难啊，要有决心，要有智慧，帮助自己。有些人是打电话说要跟上级说，龙婆就轻轻的说，上级说不在。这个有一点不太正直了，但是不做也不行，是居士不持戒真的很难。我只是龙婆说，在经典里面也说，居士要持戒
让它纯净无染，很美，像法螺已经做好的法螺了的。认识法螺吗？它是用有仪式的时候是古代是用的，是让它磨让它很好看的。它本来是不是很活的，不是很光滑的。我们要认真做到最好的，至少不要让它破了，戒不要让它破了。如果破了呢，再来认真持戒。我们一定要持守的更好的，要这样认真持守。然后我们有戒了以后，很稳定了。当我们见到高僧大德，我们就不会感到丢脸；见到同修也不会感到丢脸。好像我们自己有财产，有圣财，不用内疚。当我们动手实践，有的人说不会修啊，那怎么办？心从来不会宁静过。如果持戒持守的好，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心呢，它就会有满足感。当我们想到说，这几个月来我们持好了戒，没有缺失，没有断，没有破戒，心会有快乐，它会满意，是有ปราโมทย์喜悦。这个ปราโมทย์就是喜悦，但是不是做坏事然后喜悦哈，就是做善事，比如说持戒想到了就有ปราโมทย์就是喜悦满意。当有这个ปราโมทย์喜悦升起，它会有法喜，有快乐升起，有宁静升起，禅定会很容易升起的。只是想到说，之前我们持好戒，心就有满意，有法喜，有快乐喜悦，是有意境性升起的。禅定从这个时候开始不是难的事情了，所以持好戒做禅定不难了，因为心随时升起禅定，他有满意自己所做的善事，那就是有ปราโมทย์喜悦升起，他就有法喜，想到了有法喜了，有快乐，有宁静。所以我们要认真持戒。当我们的心安住有快乐宁静了以后，心不挣扎了，不摆来摆去，心就有力气。大部分的人，特别是居士或者现在的大部分的出家师父，心没有力量，没有禅定，禅定不足够，心没有力。为什么心没有力？因为心一直在跑，一会儿跑去想这想那，跑到过去或者未来，跑去看，跑去听，跑去闻，去尝，去知道身体的接触，跑来跑去，一直跑，包括禅修夜处，他还跑出去呢。比如说观呼吸，心跑在呼吸那里。看腹部起伏，也跑在腹部那里了。做手不动作，心跑在手那里了。或者动手心超过手，跑到其他的事情去想了。心一直跑来跑去，他没有力的，他累，并且他也会累的。他不只是身体会累，身体呀工作很重，一整天工作他会累的，他需要休息，不休息就会死的。心他不到死的程度，其实他也一直死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觉得他会死，因为他生灭其实联系的很快。如果心一直在跑，在眼耳鼻舌身心
一直在跑的话，他累，他的怎么会有力气呢？所以要让他得到休息。心的休息呢，那就是引导心跟持续跟有快乐的所缘持续的在一起，引导他，只是引导他，不到打压、强迫。如果强迫他不会有快乐。举个例子，像有一个小孩，我们养小孩，他太调皮了，喜欢跑出去玩，在路边玩。那我们怕他被车撞，阻止他，他也不听。那我们就找一个东西，他喜欢的吃的东西，他喜欢或者玩具给他，他在家他有快乐了，他不跑出去，他是在家玩。心也是一样，找他喜欢的所缘给他，他就不从家或者从眼耳鼻舌身心去跑了，他在单一所缘在一起了。有些人说修禅定从来没有成功，没有宁静过。第一个就是要懂得，希望他宁静，那我们要懂得选择自己跟他在一起，然后舒服快乐，不是苦闷。比如说有些人去进行起意落出，做了就苦闷啊，禅定不升起的，不会升起。禅定不是因为苦闷而升起，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因。所以如果心有快乐，我们跟哪一种所缘，他有快乐心，就不会去找其他的所缘了。他不会跑在眼耳鼻舌身意跑了，他会宁静跟他一所缘在一起，他得到休息，他就有力量了，有力气了。当他有力量了以后，我们就提升他一点点。就有力呢，就是像牛马一样的，有很多力量。这个不足够，这个不足够，要提升更高的禅定。禅定有2种，第一个心宁静跟单一所缘在一起持续的，然后心有力量。另一种就是另一种禅定是心安住，是知者、行者、喜悦者。这种安住型的禅定，我们可以用来修毗婆舍那，但是心跟单一所缘在一起，那种禅定是修奢摩他。它有2种，奢摩他和毗婆舍那。这2种法，佛陀说有2种法，我们应以很高智慧的去修去做，那就是奢摩他和毗婆舍那。所以只有修一个可以吗？有的人不会修奢摩他，然后去修毗婆舍那，这个不是真正的能修的。有的人修奢摩他很好，然后停止在这里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他可以修毗婆舍那，没有奢摩他是不可以，但是只修奢摩他不修毗婆舍那是可以的，所以大部分就停止在修奢摩他，让心宁静这一点而已。不知道说禅定还有另一种，就是心安住的禅定。悉达多太子他小的时候，他坐在树下，不知道什么树了，读了好几十年了，忘记了。他独自坐在那里，然后他就呼吸修安般念。经典里面说，他修安般念是得到了初禅，然后心宁静起来。他得到了初禅，从小就有了。然后当他出家的时候，也像我们大家一样，出家或者修行，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什么？他打坐，他也学打坐，跟隐士学乌朵林寺和阿拉拉达布这2位。乌塔嘎达布，他不要看不起他们，他们也是好人。
悉达多太子跟阿拉拉达伯得到了第7禅，但是还觉得还不够，因为从这个禅那出来还是有苦，不回答他的问题，那就是他回答说，他找问题说怎么样不会苦，像隐士去打坐得到第7禅，7禅呢，那就是心不抓取什么，不抓取所缘，不抓取心，这两边心和所缘都放下了，然后就宁静、舒服、空空的。当从禅定出来，烦恼习气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他觉得这样都是不够，那就找另一位隐士叫乌塔嘎达伯，他更厉害了，教导第8禅飞翔更高了一层，让心几乎没有觉知自己了，觉知自己只剩下一点点，好像他比喻说有一杯水，然后倒掉，把水倒掉了，但是杯里面有一个湿湿的，就是觉知自己只剩下一点点，好像有响应也不是，没有也不是，它是在中间，再过一点点就什么都灭了。他学到这一点，他也发现说这个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他就出来找其他的离苦的方法。那个时候耆那教是佛教之前他就有了折磨身体，很久就有了，在印度那里他就训练折磨身体也不成功，直到有一天他想到说中道，经典喜欢说因陀罗来玩那个乐器给他听，他的那个弦是太紧和太松是不行的，但是刚刚好是可以。经典是这么说的，但是不知道是在后来的经典或者在经典或者三藏经典有，龙婆不太确定了，读了很久了，他就突然明白说，应该是在中道，不紧不松，然后他就想到说，以前小的时候得到了初禅，那他就修他的初禅，修到第4禅。以前龙婆曾经疑惑，他小的时候有了初禅，然后要明白法之前也修初禅，但是隐士的那种禅那他也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禅，他也有同样的初禅。为什么他说不是路呢？初禅它是不同的，我们修行了就慢慢明白这种禅定出来它的特质。隐士的初禅心，它坚定宁静，跟所缘在一起，单一所缘在一起。但是悉达多太子的初禅心是安住的，心是安住，是智者、行者、喜悦者，这两种不一样。只是学经典没有尝过这种禅定，就没办法明白的。我们训练小的时候训练禅定，心很幼稚，心进去宁静，心呼吸宁止，只有光，心跟光在一起舒服。这种呢是隐士的禅定，但是佛陀的禅定呢，有觉性，有正知。修禅定了以后，有光明升起，心要跑到光明那里，即使知道心不跑，而且没有控制的成分在，然后光明也是在那里，心也是在另一部分，心有法喜，有快乐，有一境性，心没有跑到禅修所缘那里，比如说修安般念，
它变成光了以后，心跟光玩，它就有法喜有快乐。但是要开发智慧的那种禅定呢，当它光明了以后呢，如果心要跑到光那里，及时就到心就安住起来了，有法喜有快乐升起，然后就安住不跑出去。接下来是有更多的智慧，看到法喜是已经也没用的东西，是一个很强烈的造作，心是放下了法喜，只有快乐。接下来看到快乐也是多余的部分，心就放下快乐，变成舍。有一直都有觉性在的，没有迷糊、陶醉。有时候集中在深的地方，身体消失，世间消失，那个已经跑到无色界定了。禅定是有很多种，是心跑出去跟所缘在一起。这种禅定是为了休息，可以休息，但是不会开发智慧。能开发智慧呢，要有觉性，即使知道说心跑出去了，心跑在光那里了，心跑在呼吸，即使知道；心跑在手、在脚部、腹部，即使知道，即使知道跑掉的心。心呢就会安住起来。禅定，它的意思不是宁静，不要以为它是宁静的意思，然后去打坐，其实是昏倒了，不是宁静。禅定就是安住的心的安住，不是身体的安住。身体要可以好了，可以躺着，可以滚的，但是有禅定。这种禅定啊，源自于正念，不迷糊，忘记自己，修业处下去，然后心跑在禅修所缘，即使知道，比如说有光明，心跑在光那里，即使知道，心呢就不会跑，它就会安住。心跑去想，即使知道，跑去想的心灭去，有安住的心升起，它有安住的心，不断的在迷失的心之间升起。你去看，你去听，你去闻，你去尝味道，你去知道身体的接触，你去想，在心方面去造就或者迷去紧盯禅修业处，心有觉性，即使知道迷失去的心。不管迷失在哪个方面，如果觉性升起，即使知道心迷，它灭去，突然灭去，然后有安住的心升起来代替了。因为迷失的心和安住的心它是相反的，迷失的心像黑暗一样，我们不用破坏消灭那个黑暗，安住的心像我们开灯，那个黑暗就自然消失。其实黑暗还存在，但是它被光明盖住了。所以我们要提升心，让它安住的时候啊，要修自己擅长的业处，但是目标不是宁静和快乐。调整一点点，修像平常一样，但是改成即使知道自己的心。我们跑去想其他的事情，即使知道心跑下去紧盯，即使禅修所言，即使知道心有快乐或者苦，即使知道心宁静，即使知道心散乱，即使知道，不断的知道下去。这一点啊，他已经到开发智慧了，已经通过关心而开发智慧了。当我们对禅定娴熟，修禅定心集中，看到心的运作，这个是在禅那里面开发智慧了。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修不到这一点，我们就只是修宁静，让心有力气了。当我们的心有力了以后，他满意于这种快乐和宁静，要知道他满意和宁静，心就一瞬间安住起来。修业就下去，心跑去想，即使知道，心就安住了一瞬间。
做固定形式啊，那就是可以修2种。哪一天心没有力气，很散乱，引导心，让它跟单一所缘在一起，是休息，不让它跑来跑去。哪一天心有力量了，不只要懒惰一整天休息，那就让他出来工作。比如说，我们分时间，每天分时间做固定形式。今天心没力气了，心很散乱了，那不用想关于开发智慧了，看到身体走进行觉知下去，让心知道觉知身体，不用想其他的事情，但是不要打压心，不然的话它不会舒服，不会宁静。看到心走，心像平常一样宁静也好，不宁静也好，或者去打坐呼吸，心宁静也好，不宁静也好，呼吸下去，让心跟单一所缘在一起，而且不用去打压、强迫它修下去啊，它就会慢慢宁静起来。当它宁静一段时间，它就有力量了。当心有力量足够了，比如说今天心太脆弱了，那一直修宁静2、3个小时可以修下去。但是今天呢，心累了一点点，让心休息一点点，大概1个小时。当心有力量了，我们就提升它，让心安住起来。那就是本来知道禅修所缘，就来知道自己的心，但是不要紧盯知者，不要紧盯心哈，就只是知道心的存在，只是知道心有变化，动和变化。比如说跑去想其他的事情，就知道心跳下去紧盯，也要知道心是做主要的。这个时候，如果第一种，那就是知道所缘，比如说佛陀或者呼吸是主要的，步步起伏是主要的，身体做主要的。第2种禅定的心是做主要的进行的，比如说进行先跑到其他的事情，及时知道；先紧盯身体，及时知道；心快乐或者苦知道，心苦闷就知道，不断的知道心，及时就知道心的行为举止，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说迷失的心，当有觉性及时知道迷失的心马上灭去，我们不用去灭它，但是迷失的心它待不了了。我们有觉性升起的那一刻，迷失的心它就行灭去，然后有安住的心升起，因为它是相反的，迷失好像是黑暗的，安住的心像光明一样，不用去跟那个黑暗去做什么，去对峙它，怎么样让自己不迷？怎么办？这个黑暗的房间不让它暗呢？不用想那么多，让光明升起，那就是让心安住，让心安住起来。不安住的心，它就行灭去的，很简单的事情，不用想太多。所以，当我们做固定形式的时候，哪一天心没有力气，心累了，太累了，引导心跟单一所缘在一起，快乐的所缘在一起，持续的所缘是主角的。如果修了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心开始有力量，我们就提升它，用心作为主角了。心是主角，是及时知道心，不断的及时知道心，他做什么就知道，但是不要紧盯他，不然的话他会迟钝憋闷，这样不能用。只是知道它的存在，只知道它的变化，它的运作，用平常的心去知道。然后看到心跑来跑去啊，接下来就很容易修了。当我们需要修宁静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修的方法就是引导心跟单一所缘在一起。其实引导心它就跑在单一所缘那里了。如果要修毗婆舍那，也是仰赖于触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接触所缘。当接触了以后，有苦乐升起，有觉性，即时知道有
善不善升起即时知道，我们就看到说快乐的心和苦的心是暂时的，善的心或者不善的心是暂时的，身体那就眼耳鼻舌身是不是我们是工具，让心跟外层接触而已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我们就提升到开发智慧的阶段了。我们训练到自己娴熟，当做固定形式的时候，哪一段应该修宁静，让心清爽，很有精神，我们就做。如果有力气了，有力量了，就不要只是有力气而已，要不断的观察自己的心，即使知道它，直到娴熟心跑去想，或者跑去紧盯，也要及时知道。当知道这一点了以后，我们随时可以真正的去打仗了。我们随时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了。那一些说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，其实他没有觉性的。没有真正的觉性，没有真正的觉性，没有正确的觉性和禅定，没有真正的能修的到位，只是安慰自己说自己在修vipassana，其实没有去做什么，最多是紧盯。当我们的心安住了以后，而且有力量了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，那怎么办？眼睛看到色的时候，心有变化，比如说心有快乐，及时知道；心有苦，及时知道；心有善，及时知道；心升起贪嗔痴，及时知道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美女走过来，心有贪升起，及时知道；看到美丽的花或者好的风景，气氛很好，心有快乐升起，及时知道。及时知道苦乐好坏这些感觉，就是我们有接触了以后升起的这一些感觉。我们修行或者修vipassana，我们不要逃避触。当有触，那就是眼耳鼻舌身心有接触外层，这个是烦恼习气可以升起的，但是善法也可以升起的。如果没有触，那就变成无想有今天，这个是做不了什么。但是一般的人他有触也有触，但是他没有觉性和禅定。修行和不修行的人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差别。不修行的人他有眼睛他也看，有耳朵他也听，有心他也想，但是他没有觉性，心没有安住，心跑，看到色心就跑在色那里，听到声音心也跑到声音那里，闻到它就跑在气味那里，想心也跑在念头里面。一般的人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修行人，我们训练得很好了，我们及时知道心了。眼睛看到色，然后有苦乐善法不善法升起，及时知道。接下来更细了，心跑在眼睛，及时知道；跑到耳朵，及时知道；心跑在鼻子、舌头、身体，或者跑去想，及时知道。明显，很明显的部分不是所缘了，其实是心。所以他有接触所言，不用去阻止他。我们跟不修行的人有区别，就是我们有觉性和有安住的心，那就是禅定。跟一般的人差别是这么一点点，其他是跟其他人一样的。修行人不是眼睛瞎了或者耳聋了，我们有眼睛就看，耳朵就听。但是不像平常人一样，看只是看，或者只是迷失去听，有心就迷失去想。但是我们呢，眼睛去看，知道；眼睛去看，通过眼睛去看色，心跑在眼睛那里，及时知道；耳朵听到声音，心跑到声音那里，及时知道。这个很细腻了。看到心呢，它有2个级别，简单的就是看感觉，看到说心苦乐好坏，这个很容易看到的。现在心有快乐，知道下去，他就会看到说它暂时存在然后灭去。比如说快乐
存在，然后就灭去。现在伤心存在一瞬间，然后灭去。这些看感觉，然后觉性更快了，就可以看到心在眼耳鼻舌身心生灭，可以看得到。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他可以看得到。因为我们在固定形式训练到已经很娴熟了，心跑了几时知道。如果没有做固定形式，知道看到心跑了知道的话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心跑了也不知道，他那就像一般的人去迷失了，或者有时候跑了不知道跑，但是他有快乐升起，有苦升起，有善升起，有贪嗔痴升起，然后即使知道说有苦乐好坏升起，这个也还是可以的，算是还是可以的，修正确的不是错。所以心有快乐知道快乐，心有苦知道苦，心不苦不乐知道不苦不乐，心贪知道嗔知道贪沮丧贪知道心是善也知道，心有法喜知道心有快乐就知道，不断的知道下去，心是一境性知道心跑来跑去散乱也知道如时光。这一点也是可以训练观心，它有2个级别。第一个通过心所，就是苦乐好坏，它跟心一起的，看到心好心坏，每一种心生了灭。然后修到更细的部分，就看到知者生了灭，知者正存在一段时间变成贤者，贤者存在一瞬间就变成知者，那个知者存在一瞬间灭去，变成去看色的心，然后他又灭去，再升起知者，他不断的在迷失之间会有知者升起，他通过6个根门升起，他有知者不断的升起，掺在中间，当他升起的更贫乏了，他的力量会有更多的力量，跟宁静的禅定不一样，是一种。但是有力量的这种心啊，当有了他真正的安住了以后啊，他有觉性灵敏，有正确的禅定，没有控制的成分。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娴熟的去开发智慧了。我们会看到一切来了，一切过来的都是像我们在做梦一样，没有什么实质，世间只是个梦。或者有些人修禅定了以后，这种是一种了，他的心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然后看到世间小小的，世间呢更小小到看不到了。如果心像梵天一样的这么大了，跟那个银河宇宙这么大呢，那个人呢觉得自己伟大，其实像灰尘一样。如果跟宇宙相比，但是那种是完禅那的人了，心非常宽广，可以像宇宙这么大。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就开发就会看到心不断的运作，然后看到心知道的一切都是生了灭，心本身也是生灭，最后心就知道说一切升起会灭去，不管它是所缘，心去知道的所缘，或者心本身生了会灭，没有哪一种是我永恒的我了。听了很难，但是简单的说，去取戒，每天做固定形式，一天3个小时以上，很好，会很好，心会有力量。做固定形式呢有2种，哪一天心散乱，没有力，不断的非常的散落了，引导心跟快乐的所缘在一起，持续的，比如说呼吸知道下去，身体走知道下去，或者念诵佛陀佛陀下去，不关注其他的事情，佛陀佛陀佛陀，或者念诵短短的也可以，不要太长，不要背什么好长的那种。他其实迷失了好几回了，要短短的
哪一种都可以，就自己喜欢的，念了以后自己舒服，有的用自己的，比如说龙普考长老、佛陀阿拉含、tham mô阿拉含、上扣阿拉含，短短的是这么短，然后修下去。龙普考很容易生气，非常生气，他就有他自己的พุทธเมตตังจิตตังมะมะพุทธ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ธรรมะเมตตังจิตตังมะมะธรรมะธรร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งฆะ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งฆะ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就是龙婆念给大家听，刚才感觉到吗？我们的血已经下来了，宁静下来，自己去念哈。用我们自己喜欢的哪一个都可以，但是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不要用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自己去修，然后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决定，真正的会做得到。再补一点点，道果升起的时候，它可以在做固定形式和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升起的，所以修下去吧，不会有什么损失的。如果修正确的话，1号。1号，固定形式念经，跟迷了知道在一起，跟身体作为自己的家，心跟心跑，跟念头跑，去汲取自己的念头，看到心自行运作，心挣扎，不愿意，因为希望心好，看到想要操控自己的行为举止，有时候心以为修行不用去做什么，就只老老实实的去知道，但是想修行，每次想修行就会有憋闷，看到的是不是正确，还是自己想出来？你看的正确了。龙婆坐在这里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1号是很好的，你修下去吧。这一刻心没有归位，看得出来吗？心在外面，看得出来吗？在外面也是随他去，不出来也是没关系的。龙婆告诉你，心有法喜和快乐，然后他就到外面去了，想到自己的身体看看，不要去紧盯他，现在紧盯了，不紧盯。知道觉知到身体，对，就这样觉知。刚才到外面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看得出来了是吧？所以，如果我们的心在这里安住，我们及时知道，先跑出去，及时知道。现在我们开始打压了，感觉到吗？如果打压，它就憋闷，憋闷的心啊，不好，没有快乐。没有禅定的，去修吧，你已经修得好了。2号，2号，固定形式，用安般念而进行。日常生活中有觉性，及时知道身心。最近看到心的变化比以前多，但是有时候心没有中立，请龙婆指导未来的修行。你就像平常一样，心不中立，也不用努力让它中立。心不中立，知道不中立，不用找办法让它中立。这一刻在打压心，能感觉到吗？它有憋闷，它会紧。送心去看了，感觉到吗？他是怎么憋闷呢？偷偷的去看，心跑出去了。看到身体在坐的吗？身体在坐着。看到吗？身体在呼吸。要让心奇奇怪怪，先这么做吗？然后才知道身体在呼吸，这个不必要。
而且不应该做的，用平常的心看到身体呼吸，用平常的心去看它，我们就可以提升。如果心迟钝，这样不好。2号黏着于一动不动的禅定，黏着于了一点点，他跑出去，然后舒舒服服的在外面，你要回来，引导他回来，觉知自己，只是觉知，不要紧盯这个太刻意了，太多了，太紧了，跑出去了，自己没看到，太松了，觉知下去。观身体，像我们看到其他人，看到身体，他呼吸，像看别人在呼吸一样。观身体，像看别人，就下去。3号，3号，不定形式进行和看身体呼吸交替进行，心安住的更多，看到那些境界紧张更少了，看到行运生灭，但是还没有看到心生灭，请龙婆不是作业。你看到行运和感受生灭已经很好了，不用着急去看心生灭，先看这些下去，然后好好去观察快乐的心生了灭，苦的心生了灭，好的心生了灭，贪嗔痴的心生了灭，这样常常去看，不用看心本身，只知道说现在心快乐，快乐的心没有了，变成苦了，就看它的变化，这样下去，以后他更娴熟，他就看到苦乐好坏不是心，心是去知道他们的苦乐好坏，但是他笼罩心，他来笼罩心。接下来，当我们的力量更多了，他就分开，他自行分开，不用就看到苦乐好坏不是心，是来了就走的东西，然后他会抵达心，所以不用去寻找心。不用去寻找心，如果去寻找心的话，马上错了。龙普顿说去寻找心，一节也没找到。我们看下去，苦乐好坏，它不断的来了就走。接下来会看到说，苦乐好坏是来了就走的东西，像云一样了，在空中它飘过了，飘过去。来了就走，来了就走，我们就以后就知道云跟太阳和月亮是不一样的，是不同的部分。修下去，最后看到说，心和苦乐好坏是不同的部分。它会抵达心，当抵达心了，就会看到呢心生灭，在眼耳鼻舌身心生灭。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，不用去寻找。如果努力去寻找，努力去看，是马上错了，心会散乱，不能用。你修行好好的就会坏掉了，你能看多少就是看多少，像现在修一样的，你已经修得好了，已经进步很大了，很好。4号。念经、打坐、经行，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和佛陀接地进行，看来接触新的东西，没有去干预，平平常常的去知道，比以前更中立，先接触就会有时候久，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接触了只是接触心。有时候可以看到，有时候没看跟不上，迷失了那知道的更多。胸口这里有动荡，有时候重，有时候轻，知道一切是苦，请龙婆指导。迷了，现在你修行是很好的，修得好了，修正确了。看到吗？我们的烦恼习气比自己想象的多，很好。
越知道及时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这个最好的了。龙婆看到大家后面呢，也是随喜功德大家，随喜跟大家随喜那个随喜也是布拉默喜悦是一样的，一样的意思。我们要修正确了，努力修行，然后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变化。有智慧的人，他自己知道说，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迷失很久，现在迷失短了。以前苦很长，现在苦很短了。会看到生命的实相越来越多。每个人修是 OK 的，很好。4号迷失了，知道吗？去继续训练。2号，减少你心的的高度啊，太高了，减低一点，让它低一点，对，要平常，对，不要让它飘在空中，不然的话它飘到梵天那里去了。5号，5号，观身体呼吸作为临时的家。之前增加做固定形式，看到心自行开发智慧，有时候知道，有时候不知道，说自己知道什么。觉性在日常生活中升起更频繁，连着于就是喜欢拉心回来，看到喜欢那些境界了，觉得自己心没有中立，苦闷的时候还输给烦恼习气，请求打坐给龙婆看。可以的。我们做的时候，因为你还有决心在，有时候有快乐，一段一段的升起，很好，你修行是很好，修下去吧。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快乐，它只是副产品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相。佛教徒啊，我们修行死气活来的修行，我们不是去做什么，我们是提升正见。我们断了就是邪见，提升那就是正见而已，就是知道正确，理解正确。当知道明白正确，我们知道什么，他会明白是圣地五蕴是苦，有想要有择取，苦就会抵达心。慢慢去学，慢慢去知道，最后会知道说心本身，它也是在五蕴里面，它自己也是有苦的。慢慢修，已经修得非常好。现在决心太弱了，所以打坐的时候啊，心有力量就知道，心决心弱了就知道不说它，但是不要弱到已经睡着了。很好，你训练是很好。龙婆修行的时候，龙婆也是修像5号一样的修行，然后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。不要引导他像吸毒的人一样的，刚才决心弱。对，很好，接着下去。6号，6号用呼吸和觉知自己作为临时的家，迷失去想比较多，但是即使知道比较快，比以前快，看到身体有动来动去，然后心才宁静下来，可以听得到，但是觉得身体是一块，有时候轻，有时候重。日常生活中，看身体动，看
心方面的境界，让请龙婆指导说应该是怎么对治，不用去对治什么修下去，多多的去修。7号，等一下，6号，心跑出去了，知道吗？心不愿意跟临时的接在一起了，他跑去玩了，要及时知道他。如果心还在散乱，那就让他引导他跟临时的接在一起，不让他跑来跑去。当心有力气了，有力量了，就让他运作，然后看他的变化下去。7号，7号，日常生活中认真做自己的职责，看到快乐更多，看到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心比以前更多，嫉妒想不好的做比较，看了就放开比较快。有时候他自己灭去，觉得喜悦，在看到的时候有喜悦，但是没有修行，没有持之以恒。固定形式是观呼吸，迷失更短，会认真求戒求或指导。简单的说就是继续修，训练下去，它就会越来越好。当我们修行，它不会在3天7天内好起来的，因为我们积累烦恼习气啊，我们积累的很长久。当我们要跟他去奋斗，要从烦恼习气这一些的掌控的话，要花时间。你嗔心重、嗔心多，你要及时知道它，知道下去，它会弱的，不会软弱的。8号，8号固定形式，用安般念，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，看到身体动，发展觉性和关心同步。五蕴分开，容易迷失很平常。即使有时候知道胸口这里有一个力量推动，有时候心说这不是我，这样修下去，这样可以，他会离苦吗？你做固定形式要增加力量啊，比较少。你修行是正确，但是力量还不够，所以不要扔掉什么它，不要扔掉做固定形式，这样呢心才有力量。你修行是正确的，正确，但是力量不够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。周3、周4，龙婆不在。龙婆有很多事情要去做，要去医院3个地方，不是去讲法，是医生逼龙婆去的。他是为了龙婆好，所以有一个搞笑的，有时候医生说要检查那样这样，问他说为什么要去检查，因为他想知道。那龙婆不想知道呢，也是有一种，是另一种可爱。开车好好去开车哈，昨天下大雨，好，请吧。